一根钢丝横穿在公路上，不远处是一群时速80迈的机车党。虽然文熙极力呼喊，但是也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。刚刚还欢呼雀跃的机车党瞬间人手分离，现场惨不忍睹。紧接着，神秘人打来电话，说还有最后一关，你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了。看着几十条鲜活的生命瞬间即逝，文熙已经不想再继续玩了。他气愤地扔掉手机。就在他准备回家的时候，人群中突然响起熟悉的铃声。文熙顺着声音四处寻找，只见一个戴帽子的男人正在快速离开。文熙立马就追了上去。他知道对方也是一名游戏玩家，想要劝他放弃。突然，一辆汽车冲了出来，文熙急忙闪到一边，帽子男驾车离开，文熙开着车子紧随其后。等到他追上帽子男的时候，发现这里正是自己的家。他小心翼翼地走上楼，只见父亲正在屋里吃东西。文熙把目光锁定在弟弟的屋里，这时门突然打开，走出来的正是弟弟。文熙看见他眼神躲闪，怀疑弟弟也在参加这场游戏，于是直接问他最后一关是什么任务。而弟弟的回答让文熙惊恐万分。为了巨额奖金，弟弟竟然想对亲生父亲动手。得知儿子要杀自己，一旁的父亲却显得非常的淡定。原来他曾经也玩过这个游戏，并且拿到了最后的奖金。而在最后一关，他杀掉了自己的妻子。听到这里，愤怒的文熙缓缓拿出手枪。他怎么都没想到，杀害母亲的凶手竟然是自己的父亲。文熙拿着枪对准父亲，可父亲却说 I can keep you from winning. How are you gonna do that? 本以为父亲的死，弟弟会因此放弃，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房间时，身后的弟弟却起了杀心。情急之下，文熙先发制人，弟弟应声倒地。他急忙上前查看，奄奄一息的弟弟向他袒露了心声。可就在文熙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愧疚时，弟弟却突然用尖刀刺向文熙，紧接着疯狂补刀。但是没过多久，他就因为伤势太重彻底没了呼吸，所积攒的奖金也随着他的死亡清零。文熙拖着受伤的身体走出了屋子，而身为佛波洛的老白就在身后看着。原来他就是神秘人安排在警局的卧底，专门负责给游戏玩家销毁证据、洗脱罪名。就在他处理现场的时候，身后的门突然打开，是文熙又折返了回来。老白很严肃地跟他说 No one's after you. Now, just back away. Go home with it. 亲人的接连死亡，拿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？文熙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。随着老白领了盒饭，文熙的奖金也被清零。在影片的最后，文熙给妻子打了个电话，得知妻子也被邀请参加了这场游戏，但是被他果断拒绝之后，他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